我叫林然，是镇上最年轻的寡妇。结婚的第5个年头，丈夫就因为哮喘而死，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，不再婚，不改嫁，苦苦撑起一个家。直到丈夫去世的第3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3年前因为哮喘而死的，并不是我的丈夫，那个曾经将我拉出泥潭，发誓一辈子对我好的丈夫。费尽心机抛妻弃子，营造假死，只为了给白月光和他的女儿赢家。周子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那个女人，你竟然搞出了假死这么一出，还让我跟你的母亲为你打掩护，说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，你简直是胡闹！爸，雅静他们母女一直过得不是很好，我把他们接回来也算一个照应。混账！简直是要气死我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从你假死那天，乐乐就再也没有了父母。小林为你守寡了3年了，更是为了补贴家用，把自己家当全都给变卖了。你怎么对得起他？爸，从那天起，我决定照顾他们母女。周子安这个身份，就让他彻底埋葬了。给我站住！至于林源，我已经给他了一个儿子，让他后半辈子不至于膝下无子，也就够了。你简直无药可救！我不是因为你将我从泥潭中拯救出来，我会选择带着儿子和你守孝3。就是她就是林家那女儿，听说之前被绑架，还被强了呢。是吗？就她，真是连贞洁和操守都不要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出来？可不是嘛，这种人上大街，也不怕别人出来击两鼓。是啊，就这还好意思出来？林然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已经被毁了。我不在乎，我这辈子会对你好的。我愿意。我担心周家无后，拒绝了父母改嫁的建议，可你却为了你的白月光也雅静，抛妻弃子，营造假死。我为你守孝3年，周子安，请，也是时候该结束。乐乐才7岁，周子安，你怎么忍心让他背上尾巴的名头？妈妈，是不是爸爸又装作不认识你了？原来乐乐始终都认得自己的亲爸，所以一直都叫他爸爸，而不是大伯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是你大伯周子平，快坐吧。是我一直以为乐乐太过于思念父亲，所以才会分不清长相一模一样的大伯，却没想到孩子的眼睛一直都是雪亮，也难怪对我和儿子这么好，时不时就会送给我们母子一些肉菜和补贴。大哥，这是单位发的一些肉和菜，你拿着。谢谢大哥。这儿还有一些粮票，你也收着。
谢谢大哥。没事儿，都是一家人。原来错的一直都是我，这个真相真是讽刺。乐乐，如果妈妈要改嫁别人，给你找个新爸爸，你愿不愿意？妈妈，我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一直都不，但既然妈妈不要他了，那乐乐也不要他了。妈妈不哭，以后妈妈去哪里，乐乐就去哪里。以后爸爸不保护妈妈，那乐乐就保护妈妈。好，好。喂，静怀，然然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上次那个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通了，我同意改嫁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过去接你。现在太晚了，明天吧。是我太草率了。那这样，明天我让魏国去接你，顺便再帮你挑2套好看的喜服。只要你不把乐乐当外人，我什么都依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乐乐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团长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啊，明天你去周子平家把夫人接上，顺便再给她挑2套好看的喜服。江团长，你要结婚了，是那个姑娘吗？我问滚！老子结婚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吗？只能是她。我之前就说过。这3年，江景怀都找爸妈上门提亲10几次了，更是为了我打了好几年的关怀。可因为周子安，我每次都让他落空。但现在不会了。小丽，我们这个家多亏了你在撑着。你看我瘫痪在床，可你呢，3年如一日的照顾我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们这个家亏欠你的太多。爸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饭吧。大姐，今天团长警务员告诉我，后天团长大婚，邀请我们一家3口去喝喜酒。子平，你可真是太棒了！团长这么器重你，你一定工作做得很到位吧？爸爸好棒！啊，弟妹，快过来吃饭。色太多，我这就是你零食。哟，弟妹，你还真有孝心呐，自己都顾及不过来，还有心思顾及别人呢。我看呀，你就是看着子平在，好趁机聊表一下孝心吧。啊，来，快坐。弟妹，子安已经走了，就算你不为自己，也为乐乐想想。多吃一点。哎，大伯，我来帮妈妈夹菜就行。乐乐，你不是之前一直都把大伯当成爸爸吗？怎么今天突然改过来了？大伯，之前是乐乐小，才一直把你认成爸爸的。现在乐乐懂事了，知道我爸爸已经在3年前就死了。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叫错了。爸爸，你们去哪里玩了？能不能带乐乐去？他是我爸爸，你叫你爸爸自己带去。他就是我爸爸。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
乐乐，别瞎叫，他是大伯，不是爸爸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太想念爸爸了。你跟子安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小孩子嘛，认错人很正常，毕竟乐乐是你的爸爸。算了，孩子嘛，走吧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不认我？乐乐，你爸爸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他是大伯，不是爸爸。可是大伯就是爸爸。这样，那就好。吃吧。虽然我是乐乐的大伯，但我一直都把乐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别那么生分。对呀，弟妹，你为子安守孝3年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啊。你们孤儿寡母没个男人，在这世上可是很难活的。爸爸，要不让他们走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会搬出去的。弟妹，虽然子安走得早，但毕竟是一家人嘛，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，别总一个人扛着。周子安，你是因为儿子不叫你爸爸，所以你后悔了吗？可是，是你自己选择了假死，放弃了我们儿子。乐乐，吃饱了吗？妈妈，吃饱了。大哥说的对，再怎么亲，你也不是乐乐的亲生爸爸。就算我们母子没有男人，也可以获得。嫂子，我陪您进去吧。谢谢你送我们过来，我们自己进去就行。行。警务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子林同志，团长让我带嫂子过来调声祈福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不马上开学了吗？过来给女儿买个新书包。对了，团长这是要结婚了？对，团长呀，终于不打光棍了。你猜猜，团长娶了谁？我听说团长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心上人，难道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姑娘。可是我听说那个姑娘已经结婚了呀。我呀，就知道团长等到自己的心上人，剩下的我就婚礼定在了后天，部队的兄弟一个都不能少。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妻女去给团长祝贺。走。走了。对吧？那警务员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好。妈妈，我们不是要去看祈福吗？给我装一点。乐乐，以后你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小朋友有糖吃了。就不给哇，好甜啊！这些一共3块8毛5。来，乐乐，吃糖。妈妈吃。乐乐吃，好不好吃？妈妈好甜呀！走，咱们去看喜福去。同志，您真有眼光，这件衣服跟你很搭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啊，拿下来给我试试吧。乐乐，你在这等等妈妈啊。哇，妈妈可真好看。
是准备结婚穿的吧？大红色最喜庆了。来我这儿买衣服的人这么多，您是第一个把这件衣服穿得这么漂亮的。这件衣服虽然漂亮，但不适合我。我丧偶了，不能穿红色。就要那件素色的。那不是林然吗？他怎么在这？刚刚警卫员说团长夫人也在这试戏服，难道……哎，弟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想改嫁？哎，弟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想改嫁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子安吗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子安吗？我为子安守孝3年，于情于理，我不欠他任何。乐乐爸爸不想要他，我总不能让乐乐一直背负着没爹的名头吧？您说呢，大哥？弟妹说的对呀，你并没有任何对不起子安。喜服嘛，试一试也没关系。我妈妈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可你们谁规定不让她买衣服的？小屁孩，懂什么啊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书包，你看看你就背这种破烂货，一个书包事儿，我马上就得先爸爸。什么？弟妹，你真的想改嫁？难道穿什么衣服，大哥也要干涉？得意什么呀？还不是得靠大哥你？要不是没有你，他们母子早就饿死了。这德行，林然，我迟早把你赶出这个家。乐乐，这是大伯给你买的进口书包，作为你考试拿满分的奖励。哎，快看看，喜不喜欢？谢谢大伯，我已经有妈妈给我缝的旧书包了。这个是进口品牌，你那个太旧了。但是这个书包是妈妈亲手给我缝的，多少钱都买不到。乐乐，快回屋写作业去吧。哎，大哥，以后就不要再给我们母子送东西。我们虽然是孤儿寡母，但是也不能总是占大哥便宜。我们母子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更何况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作为大哥，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？别跟我客气。好歹我是子安的亲哥，你非要对我这个态度吗？你也说了，你只是我大哥，又不是我丈夫，有什么资格管教我对你是什么态度？弟妹，为什么一夜之间你跟乐乐对我是这个态度？不然呢？我应该是什么态度？让你跟丈夫一样来照顾我们母子。你也说了，我只是你的弟妹，请你注意一下分寸，不然嫂子和侄女一会儿看见再误会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别来打扰我。小林，你辛苦了。爸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小林啊，你大嫂的赌债是不是你一直在还呀？你说这个家要是没有小林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。他呀，就知道花钱赌博，什么时候着过这个家呀？哇，早都给子平说过了，可他就是不当回事儿。没有小林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爸妈，我以后就不能照顾你们了。啊？你要走啊？哦，我爸妈想乐乐了，我打算带乐乐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这样也好。老头子，你快劝劝呀！哎呀，怎么劝？小林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倾其所有了，他没有任何对不起咱们的地方。是啊，谁家的儿媳妇能像小林这样？倒是子安对不起他们母子，他要是带着儿子改嫁，咱们都没有闲话可说呀。真他妈贵！就这2块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不过，等我把它送给乐乐和小然，
再好好道个歉，他们肯定不会再生我的气了。乐乐，这是我给你买的麦乳精。今天的事是大伯不好。大伯，我妈妈说了，我以后想要什么，她就会买给我，所以你的东西我不能收，还是留给彤彤妹妹吧。乐乐，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麦乳精的吗？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乐乐也想吃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这是麦乳精，我爸爸给我买的。你想吃，让你爸爸给你买呀。你没有爸爸吗？来，再吃一点，甜不甜？大伯，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如果没事了，我们就要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大哥，乐乐只是不收你的东西而已，没必要这么小心眼吧？你们真的要走？你们真的要走？我爸妈想乐乐了，我带乐乐回家一趟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呗。东西也一起拿走吧。什么？乐乐，要不再多留一会儿？不用了，大伯，你还是去陪彤彤妹妹吧。那我送送你。不必了，大哥，我们母子有手有脚，自己会走。你还是去照顾应该照顾的人吧。赶紧走，走了好，走了这个家和子安就都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大哥留步吧。我来吧。谢谢。嫂子，你太客气了，能找到你这种漂亮贤惠的嫂子，我们团长简直是捡了大便宜。快上车吧。是不是团长夫人回来了？团长夫人长什么样子呀？哇，夫人好漂亮啊！她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能娶到天仙？乐乐，快跟叔叔们打招呼。叔叔们好。这娃娃好聪明呀！来，小朋友，见面礼。拿着吧，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帮忙，团长还等着呢。好，夫人，咱们先走。走，乐乐。夫人，您和孩子等一会儿，我去叫团长。好。温暖的雨啊，我冰冷的雨啊，请在这一刻落向我吧，让一切刺痛。然然，久等了。这个呀，是我叫食堂大厨特意给你跟乐乐做的鸡，还有几个荤菜，也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。我为周子安守孝的3年，都没怎么吃过肉，也苦了乐乐，跟着我说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想的不太周到。你们来我这儿啊，就当成自己家，千万别跟我拘束。坐，乐乐，坐。
你会把乐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我会。之前提亲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好好对你母子俩的。只要你对乐乐好，我会尽力好。来，乐乐，吃。快谢谢江叔叔。谢谢江爸爸。小孩子小，难免会口无遮拦，你不要生气。啊，不会，乐乐他很聪明，我很喜欢他。冉冉，太瘦了，一定要多吃一点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今天是团长的婚礼，你穿这个颜色会不会不合适啊？怎么不合适？我这样叫给你长脸。这团长的婚礼好气派呀！你什么时候也能给我办一个呀？对呀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也像这样娶妈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也坐上团长的位置。子安同志来了。这团长是娶了哪家的小姐？这婚礼也太气派了吧！你没看我给你的请帖吗？啊，团长呀，从小就喜欢夫人，只不过之前夫人嫁人了，团长就一直打光棍。那夫人这算是改嫁了？听说新娘子的前丈夫死了，留她跟孩子两个人过得不知道有多苦。还好现在跟咱们团长成了一家人，也算天赐的缘分了。前段时间我看到弟妹在试婚服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！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团长和夫人出来。祝江团长和林同志百年好合。新娘她姓林。乐乐，叔叔带你去弄点糖果吃，好不好？你妈妈和团长一会就下来找你。放心吧，有魏国跟着乐乐，一定不会出你。去吧，去吧，走。估计是我听错了，应该只是同姓。子平，你一定是想多了。新娘这么贵气，怎么可能会是弟妹？况且弟妹前2天已经带着乐乐回娘家了呀。想来也是，林渊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随便改嫁？应该只是听错了。爸爸，周乐乐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什么？乐乐怎么会在这里？那林渊岂不是？乐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妈妈呢？我妈妈不想看见你，大伯，你不要再问了。看乐乐的表现，似乎周子平的关系跟嫂子他们并不好。爸爸，周乐乐就是个撒谎精，明明说要走，又跟我们一起来吃饭了。子平，一定是昨天林然听到你说今天团长结婚，所以带着乐乐过来送饭呢。也是，毕竟他们母子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也对，小然母子的生活一直不算太好，过来蹭饭也算情有可原。乐乐，你们想要吃饭，跟我说一声就行了，我自然会带你们过来，不用蹭。不用了，我爸爸会带我吃。你爸爸？你爸爸不是？子平同志，是团长让我们帮忙照看乐乐的，你们对一个孩子的敌意未免也太大了点吧？周子平，你快别看了，你家出事了。我家能有什么事？你家被人砸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宣誓尊重和珍惜我们的婚姻，无论面临任何困难，请党见证。
乐乐，吃糖。谢谢李叔叔。真乖。祝团长和夫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祝爸爸妈妈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好，来一起喝。乐乐，你乖乖的跟着李叔叔，不要闹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乖乖的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招待不周。老东西，你们周家的儿媳妇欠了我，今天要是给我还的话，这房子一定，听到没有？爸妈，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对我爸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问你们要钱，你还问我们是谁？行，我就明着告诉你，叫刀疤，你们周家的媳妇欠了我8000块钱。刀疤，这不是南城开赌场还放高利贷的老大吗？他说媳妇欠他的8000，难道大把哥这8000块钱实在太多了？我是放高利贷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刀疤哥，我们确实现在拿不出8000块呀。你看，能不能宽限个3天时间？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你要是拿不出来钱，这房子就归我。我们走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刀疤为什么说我们家欠他8000块钱？这可是8000啊！就算我攒10年的钱，也还不起啊！还不是你找的那个好媳妇儿，要不是她好赌，怎么可能被刀疤追到咱们家里来讨债？是林远。子安，这是怎么了？家里气氛怎么这么凝重？刀疤说我们欠他8000块钱，还说是我们周家儿媳妇欠的。刀疤是不是就是脸上有刀疤的那个男人？他之前来过家里好几次了，好像是因为弟妹欠他钱，每次都是我帮弟妹把债给平掉的。果然如此，真没想到他能染上如此恶疾，还有没有一点为人母亲的样子？小林怎么可能会去赌欠高利贷？分明都是你，分明都是你！爸，你不能因为林安她是个寡妇，就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呀！爸，我知道你骗他弟妹，但犯错了就是犯错了，这个钱肯定不能我们出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子平，你忘记了，他林然还为你借过钱呢。爸爸，能借我们一点钱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抱歉啊，大哥，是乐乐认错了。算了，小孩子认错啊，那很正常。你没钱用了吗？5块钱就够了。妹，按理来说你过得一向清贫，还有工作，应该存了很多存款吧？但你怎么连5块钱都问我们子平借呀？周乐乐不像我，我有爸爸，他没有。算了算了，弟妹也不容易，就借给他吧。不过话说在前面，有借有还。确实有个嘴里，真没想到他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依我看呀，就他林然没钱了，张文杰赌资呢。你知道的，赌博重重心理，而且他还回娘家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。肯定就是知道刀疤要来躲债呢，而且他把孩子也一起带走了。他把东西都带走了。林然已经滚了，还有你们这2个老废物，等我把你们也弄走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周子安，你错了，你错的离谱啊！你
早晚是要后悔的。